Hello，大家，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猫草。你是不是曾经也跟我一样很困惑，到底什么是猫草？其实凡是猫咪可以吃进肚子里面的草呢，都可以叫做猫草。住在户外的猫咪呢，一般都会偶尔吃一点草。它的主要功效其实是可以帮助猫咪的肠胃蠕动，然后也可以帮助它们催吐毛球。所以如果你的猫咪正在换毛期的话呢，你可以适当的喂它们吃一点猫草。当你发现猫咪在吃猫草之后的1、2天呢，有呕吐的情况，其实这个都是自然的，就是代表那个猫草的纤维质在帮助它们的肠胃蠕动，让它们身体里面的废毛排出去，帮它们补充一些纤维素啊、矿物质，甚至是有洁牙的功效的。平时你在可能宠物店啊，或者是在 online 你在 search 猫草的时候，通常他们会售卖给你的种子或者是种好的草。我统整了一下，其实是有4大类的：小麦草 wheatgrass、大麦草 barley grass、燕麦草英文叫 oatgrass。然后第4种呢，就稍微没有这么 common， 但是也有人在卖的，就是黑麦草，也叫做 ryegrass。到底猫草跟猫薄荷有什么区别？有很多人呢，甚至会称猫薄荷为猫草，但是呢，其实这2样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哦。猫草呢，对于猫咪来讲，它就是一个纤维，好像 salad 这样。然后猫薄荷呢，它其实是 under 薄荷的这个系的，它不是草。For 猫薄荷呢，当猫咪吃下去的时候，它其实会产生生理的反应的。有一些猫咪吃了之后呢，它会觉得很兴奋；有一些呢，反而会觉得很放松。猫薄荷呢，英文是叫 catnip， 比较常见的猫薄荷，它通常是在干燥的 form 的。有时候你买猫抓板啊、猫玩具的时候，它都会附一包猫薄荷，或者是把猫薄荷放在那个玩具里面，让猫咪更喜欢。猫薄荷呢，不只是可以干燥的时候使用，是可以吃进肚子的。所以呢，其实猫薄荷也可以自己种哦。还有另外一种植物类的东西，是猫咪吃下去也会有生理反应的，就是木天蓼。它跟猫薄荷有点类似，它也是有一股比较浓烈的香味，在外面买回来的时候，它就是有点像树枝这样子的风。它的功效跟猫薄荷有点类似，也是让猫咪放松的，也包括可以帮助猫咪改善它们食欲或者是精神不振的这个问题。是木天蓼跟猫薄荷呢，少数的猫咪跟小于3个月的小猫呢，是对它没有反应的哦。那要如何种植猫草呢？其实我曾经用过有土跟无土的方式种，都是可以种得起来的。在网络上呢，很多人也是教，可以先把猫草的种子泡发，让它吸饱水之后呢，再放入土或者是无土这样子的种植方式去种，成功率比较高。在这个影片呢，我会跟大家一起 experiment 看看有泡发种子、无泡发种子、有土、无土的几个不同的种植方式，看看哪一种种植方式呢，可以让我们最快的种出一盆猫草。这一个呢，就是我泡发了48个小时的小麦草种子。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呢，它其实是已经是发芽的了，而其他大部分都已经是吸饱水了。这一盆呢，我就会这样子稍微把它们铺平，底下有一点点水分这样，然后每一天都保持它可以有吸收到水分就好了。刚刚呢，我把没有土的这个容器换成了这个 plastic 的，然后我在这一个 plastic 的底下这边呢，割了一些孔，多余的水就会流去下面这一个洞。因为我觉得之前我这样子放没有通风的话，它应该会很快发霉。这个呢，底下的水我也换了一次。这2盆到今天都还没有起色，我打算重新再泡发一些种子，再种过。大概48个小时，差不多每一粒的根都已经发出来了。这呢，之前我已经在它的底部剪了一些孔了，就是方便它如果有多余的水的话可以渗下去。
这一次我们不要放太多水，我觉得之前我们的那个错误就是它已经太潮湿了。这一盆今天应该是可以收割了。昨天放出来的，有一些青色的苗已经往上生长了。呼呼 ，Good morning。然后这个也是一样。收割这2盆，这个呢我们会继续放在外面，让它再长多一轮。种了这么好几盆下来，有一些是长虫啦，一些发霉啦，完全发不起来啦。在累积了这些经验下来，其实种茅草第一的 key point 就是你要保持它的种植的地方湿润，而不是太水。当你稍微水泡的太多的时候，它就非常的容易发霉跟长虫。第2次种植无土的方式的时候，我需要早晚的过水，必须要把水分全部沥干。即便我用这样子的滤水的方式来去浇水，过了几天过后呢，我还是看到有一点点霉开始长起来。其实要控制它的潮湿程度，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难的。所以我就建议新手，如果你刚刚要开始种茅草的话呢，你可以用有土的方式，因为你可以把种子它所需要的水分锁在那个泥土里面，它在慢慢生长的时候呢，它就可以适当的去吸取你的那个土壤里面的水分。而且你可以看到有土不泡发的是长到最快的那一盆，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用最无脑的那个方式去种，应该都是可以种得起来的。我示范了2种不同的种子，一个是小麦草，一个是大麦草。有土的种植方式呢，我其实是使用了大麦草的，它的叶子是稍微宽一点点的，小麦草的是幼一点点的。从它的底部上来大概1寸的位置开始剪，然后你剪了之后稍微冲洗一下，因为有时候如果你的种植地点是在户外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灰尘啊。沥干了之后，你把一个 paper towel 放在一个 container 里面，垫在底部，然后把茅草铺上去，再盖起来放在冰橱就可以了。这样子的保存方式 last 1到2个礼拜都是没问题的。剪了之后，其实你茅草的那一盆呢，你还可以继续浇水，继续种。通常你还可以再收割多至少1至2次，第2次跟第3次呢，它的茅草的那个 texture 可能没有比第1次的来的这么嫩。蛮奴是非常非常热爱茅草的，你给它多少它都可以吃，它会爱吃茅草多过零食。但是呢，其实是多少的茅草对猫咪来说是太多呢？我在网上爬文之后，其实我得到这个答案呢，也是众多的猫奴们所 share 出来的一个数据，就是猫咪大概1个礼拜吃1次茅草，然后1次呢吃1小撮就可以了，10到15根左右。进到去猫咪的肠胃的时候，在少数的情况下呢，它是可以帮猫咪促进它的蠕动啊，然后太过多的话呢，它其实是会伤害到猫咪的肠胃的。小过6个月的猫咪，千万不要给它们吃茅草，它们的肠胃还是比较敏感，有可能会伤害到它们的肠胃的。到底要怎样喂给猫咪吃呢？像马努呢，它是很会吃草的，平时直接剪的时候，它是大概这么长一条嘛，我们就会拿1整撮把它放在马努的嘴边，然后它就会从旁边去咀嚼。柚子它不会咀嚼草，它会想要用它平时吃肉的方法去啃食，做肉这样子抛进它的喉咙里面的时候呢，猫草就会跌到满地。所以像柚子这样子的猫咪不太会吃草呢，你可以把它剪成碎碎的一小段，然后掺在它们的食物里面喂食给它们吃，也是可以的。如果你是第1次喂你的猫咪吃茅草的话，一定要在你喂它们吃的当天或者是第2天观察它们有没有泻肚子或者是呕吐的情况。因为如果猫咪吃了茅草之后吐出来的是毛球的话，那还算是正常的。如果它太频繁的吐，那就有可能代表你喂食的量已经有伤害到猫咪的肠道了，可能必须要马上停止给它们吃茅草，或者是减低你给它们吃的那个分量。这个猫奴们自己要注意看看哦。今天关于茅草的这个影片就到这边。
希望有帮助到你们了解到底什么是猫草，跟怎样可以用最简单跟最快的方式种植到一盆满满的猫草给你们猫咪吃。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我们下一个 video 再见，拜。哎呦呀咪哦！好主动哎，慢点。good job。等一下，我拿给你。